大家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6年4月6日啊。昨天谈了一下这个张雪机车，然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话言辞上有点太耿直了，没有顺着别人的想法或者说思路去讲。接下来如何发展呢？这个我们就静观其变。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些什么呢？今天主要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些就是网友啊，有些网友啊提到一些有趣的一些话题啊。就是怎么讲呢？比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种现象啊，就是你有能力的不一定是管这个事哈，你这个管这个事的不一定是非常有能力啊。这就是经常讲的一个叫做外行管内行这种情况可能在现实里面可能还是存在的比较多啊，不知道你们平时有没有这方面的感触哈？但是呢，它这种现象呢，为什么它还能够发展呢？所以说有的时候不一定说是你的业务能力很强，就能够在这个单位啊，或者是在这个公司啊混得风生水起，这不是有对等关系的。有的时候情商反而会占更大的因素，用东北的话来讲就是会来事啊。再讲的比较浅薄点就是甜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如果没有那个是吧纸上雕花的本事啊，可能你的这个级别啊可能不一定能混得上去啊。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说这个AI 出来之后，很多人都抓住风口。就是前两天呢，看到有一个小视频，就讲有一个小年轻啊，可能是不是00后啊，非常年轻，然后他自己也没有学过任何的这个程序，就是通过几个 AI，然后自己设计出了一款这个程序，而月收入达到了几十万。不知道你们怎么看，会不会感觉这个是真的？他抓住了一个社会的一个就是相当于就是说找需求，他自己也讲了，怎么能把 AI 用好，找需求这个很关键。他这个是找到什么需求了？就是说学校里面不是像老师啊，他不是现在安排很多作业啊，或者是做什么事情啊，都是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嘛，是吧？都在群里面发，然后家长的那些也在群里面，那他这个对于这个学生的这个管理呢，或者干嘛，他就根据这个情况，就是结合成我们以前很多年以前啊，就是讲的 QQ 宠物，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啊 ，QQ 宠物它就是结合到这个结合到这个要素，然后通过这个程序把这个 QQ 宠物或者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些东西设计出来之后，然后不是宠物要吃要喝要拉撒，就跟我们现实里面模拟的生活一样的嘛，
然后如果这个同学他表现的好，他就给这个同学发，比如说狗粮，他比如说那个同学养了一头狗，是不是啊？他就给这个同学奖励一波狗粮，那个同学那他以后更有干劲了嘛，是吧？就比如说要督促他学习呀，督促他干嘛，以后非常就有干劲了。然后也就是便于老师管理嘛。然后它这个为什么会发展起来呢？就是说针对现在的这种互联网啊，还有这个媒体的这个发达，然后还有这个实际的情况，它抓住了这个社会的一个需求吧，就是一个硬性的一个需求，有这方面需求就有这个市场，然后通过 AI， 它什么程序他自己讲一点都没学啊，就是 AI，把这个版面设计出来之后，他说还设计这些东西都还简单，主要是后面的维护啊，然后接下去之后是在各个平台去卖哈，然后他自己比如说他卖出一套这个程序之后呢，然后就有那种硬性的那种推广一样的，就推广就相当于就是那种点式爆发啊，别人这个人觉得好，他就推广给边上的另外一个老师，另外一个老师觉得好，又让推广出去，所以说他这个卖的还是很火，所以就是说明一点嘛，现在这个 AI 你紧跟上这个步伐，不一定说年级要多大，就是目前的一个风口吧，就关键看你能不能想得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能不能走到前面了，是吧？风口没有一直有的，但是话说回来哈，也就是因为这 AI 现在这发达，国外的这些大的这个企业啊，或者说是这个公司啊，现在这个裁员还是很厉害的，裁员很厉害啊。我们国内不太懂啊，反正国外的话，像别人一些科技公司啊，现在都在大力的裁员。拒绝连接，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出错，无法连接，由于使计算机，这怎么回事？我看一下，网络没有了哦，网络有问题。当然了，现在自媒体这个还是一个可以操作的，是吧？你看，就像是那个你做个采访的自媒体吧，就比如说各个思路啊，对不对？你做自媒体也还行，你像别人有些做得好的是吧？你不用多少粉丝，只要是说他这个也是怎么讲哈？你可能在国内你可能还是要靠这种就是带货类的，但是你在国外做这个自媒体的有吃流量饭也还是可以吃啊。至少我们在网络上有看到或者是熟悉的有些人，是吧？他这个靠流量，月入千刀，也还是有人存在的。关键你看有没有这个方面的门路了，是吧？以前，比如说几年前，真的也是在国内做这个自媒体，不要说做其他的，别人做旅游的都比较厉害。但是最近好像做旅游的，我所关注的几个主播，感觉好像该撤的撤哈，该抱怨的抱怨，感觉好像他这个吃流量这一波的估计有点够呛了啊。但是别人如果说搞这种社区运营类的，叫什么呢？就比如说最早以前像这个像以前的就是叫做 YY 吧哈，YY 算是很早以前的那种，过个生日啊，是不是啊？
然后捧个场啊，是吧？就是虚拟世界的人情往来，搞这一套的，现在可能也是也有这种模式，可能也必须有这种模式，估计才能发展起来，不然的话，你在自媒体这方面再去吃流量这一波，就是纯粹的，比如说你到哪里旅游啊，拍一个这个旅游的视频啊，上传到网上啊，就能够赚钱啊，像这个穷游奖的，穷游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还有那个傻妞奖的，那一波，应该说是4年5年前的那种就是随便捡钱的这种自媒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没那么容易了，而不是说，哎，你拿一部手机，哎，你会稍微剪辑一下，你就能赚钱了，这一波的风口红利已经过去了。那现在这一波呢？现在目前来讲呢？如果说你想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就比如说像这个风口了，应该就是算 AI 了，就是我刚才前面举的那个例子，是吧？00后小年轻就是抓住了这个老师怎么管好学生，抓住了这个痛点，是吧？然后再结合上 AI 设计出一个奖励机制的，然后奖励机制，然后再根据以前的这个老调重弹，把原来的这个就是虚拟就是这个宠物这个概念再结合出来，几个元素相互结合一下，生成自己的一个平台，然后通过卖这个在线产品，是吧？解决老师管理学生这种奖励机制啊，做的还是很不错的。看这边 OK， 没问题哈。还有呢，有些人就如果做流量的话，就做矩阵呢，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呢？就是各个平台化还是怎么样，做的非常广啊，这样有利于自己的 IP 的这个推广。各自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吧，也有一种也都是一种门道哈。做自媒体属实也还是有一点的技巧哈。搞笑也是一方面啊，像国外的那种媒体的话，尤其是像这个印度方面，印度啊，或者说是这个斯里兰卡，类似于那一个片区的人，就喜欢搞一些这个，还有包括这个泰国啊，等等一些方面啊，他们的方向呢，可能还是相当于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甚至10年前哈，或8年前。就是搞这种搞笑型的主播，他们可能还停留在那个阶段，弱智型的，弱智型的这种，但是在外面是很吃得开啊，是吧？因为他们就相当于这个基数大，是吧？群体嘛，就是说每个人，比如说你是讲中文的，你肯定有个中文的群体体系。那你讲这个，你是印度的，你做出来的节目可能就是受众或者是观众的话，大多数都是印度的。他们如果讲这种搞笑型的，在他们那个范围里面，可能就是相当于是比较好的一个那个是吧？比较好的一个发展。但是呢，印度那边有一个不好的，如果说你想开那边自媒体，你的人流量还可以，但是它这个有一个不好的就是说，比较小吧，就是说这个叫什么来的，就是给的那个量不是很高哈，给的量还是比较少。给的就是相当于叫 IP 还是反正叫一个叫什么参数哈，就比如说单位
的这个点击量呢，给多少钱，它给的其实不是很高。像这个经济发达地区，像这个欧美啊，还有这个日本啊，是吧？像这种地区的，如果说你申请的账号是在那一些区域的，可能他给的反而会高点。哎呀，这个是怎么讲啊？他这个讲的话，他把工作交给了他，就由他去弄了，是吧？他还多增加了一个内容，相当于他现在是主管了，那个怎么讲呢，是吧？就由他去弄了，只是说什么是懒人、闲人、摸鱼啊，这有什么讲？老板怎么讲就是怎么说的？这个你这个人，真能忍。什么叫真能忍啊？那打工的人不就钱就是忍来的，那有什么？啊，好像你做的好像多大的成绩一样的，当做没有，当做心里面知道是这么回事，但是你不要往心里面去就行了。如果你往心里面去，就是相当于自己给自己找茬子，是吧？如果真的有一点钱钱给不了，我不想做。有什么情面呢？这叫没事。不就是赚了这种受气的钱吗？一共就2个人。啊。还不说没人，就说我，啊。就看你就是我了没？是啊。不是、啊，这有什么东西？我觉得他讲的这个没有错啊。这有什么？
你这一点情绪都控制不了，你这个他会越做越累。我跟你讲，他还会更加那个，懂不懂？要么就是不做，你要做了之后，就只能这样，这没办法的事，就这么简单。你自己看我讲的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如果说你不进来，你不进去，他肯定没话讲了，是吧？他看你进来了，不就是这样的吗？讲的你更难听一点，不就是，是吧？你有你的傲娇，是吧？我不进来了，老子不干了，随你爱谁，你看他能讲到你什么？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既然进来了，那就只能是低着个头，是吧？你有更好的选择，他拿捏不了你，你没有更好的选择，你只能自我消化。我就看着你了，你讲我怎么懒啊，讲我干嘛，那可以啊，是吧？我该做的我自己做到了，我自己把自己的工作完成了，你爱随，你爱怎么讲，而没有自己心理上任何的负担。我只是来打个工，我来赚一份工资的钱。你觉得我做得好，那你是你认为的；你觉得我做得不好，那也拉倒。我不能说我很优秀，但是我至少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完了。随便你怎么讲，你这一点东西你都想不开，你到哪里能吃？你到哪里能受得了？你到哪个公司，到哪个厂里面，你都是一个受气包。不要讲其他的，除非说你自己当老板，这么简单的道理想不出来，那你自己领悟不了，那就只能自我难受，自我郁闷了。有些东西就是要自我消化，是吧？自己也讲了啊，他妈闲的时候闲得蛋疼，一点事都没有，听见吗？哎呀，这个不知道怎么弄，那个不知道怎么弄。是没人啊，那我有什么办法？那我们不管嘛。招人嘛是。那我不管嘛，你。我把那个该发的也发了，该催的也催了。那是啊，那你。现在不下单，我有什么办法？是啊，那就可以了。是吧？你骂我干嘛？我又没找你呢，是吧？烦人了！看见我在我王婆那里说句话，他就生气了，说我摸鱼啊啥的。那我继续再说呗，又怎么的呀？我继续再说，啊，咋的？我最近已经很少在群里讲话了。那你管他了，你自是自我想的那样，他妈我也去给他说个快乐，怎么的？我也去说个快乐咋的？妈，你要做的那么绝，那我还管你吗？有事的话我真的不想干了，我还不如自己做。我是学不会那个剪辑部，也弄不了，没那个创意，不知道怎么看。我又不敢回我小姨。回你小姨？我敢回我小姨，我还想干。哎呀。当时又没事干。那不是得了，他就是这样，是已经。身体健康。你说我要是傻也行啊，但是傻也傻的不彻底。要做不出成绩，然后要什么成绩啊？不是就很聪明，然后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有时候真的自己。要什么成绩啊？烦人。你如果说你会哭，你会这样，你才真的中计了，知道吧？我装傻充愣的嘛，我拉着每天工资，我该做自己的事情做完就拉倒，你爱怎么说爱谁。
有本事你直接就说，你不用干了啊，你这样你直接走人吧，你有本事你就直接在群里面这样讲，对不对？你就等着这句话就行了。你如果说你真的是这个东西啊，别人没有指名道姓的暗讲一下的话，你就受不了的。你这种承受力，你到哪里都，就是这个样哈，就自己难受，那没办法哈。不是说别人看到的现在社会情形就是这样，对吧？没办法的事，对吧？你要跟你讲一下吧，你看。妹子直接给你直接摊过了吧？真的是，你这真的影响人。我还在这个构思的时候，你看，你妹子讲一句就直接摊过了。你看我现在是跟着他那边去了。你不会不理我啊？你不要理我就好。你看现在这弄的吧？哦，本来还说跟在你后面是吧？是，这给讲的真的是烦人啊！唉。真的是。曹家大院？什么曹家大院？唉，没有办法的事啊。开工了。